我手持玩具水枪，打劫了银行，如愿被送进监狱。3年前，我姐姐在这含冤入狱，又在出狱前1天离奇被杀。我在狱中对所有人霸凌过她的人发起了死亡预告，今晚第一个死者即将登场，敬请期待哦。半个月前，我打劫了银行总部，用一把劣质的玩具水枪。计划实行那天，我一早去律所处理好最后一桩案子，用钉钉走完离职流程，拒绝了合伙人的挽留。律所出来，我驱车来到银行门口。树旗总部是全国安保最强的银行，地处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，万众瞩目，街尾还坐落着一座警察局。不愧是我精挑细选的目标，预计1分钟内我会被彻底制服。抵达后，我戴上夸张的小丑面具，冷静地举起枪，告诉所有人我在抢劫。现场陷入一片混乱，有人尖叫逃窜，有人蹲地不起。银行外很快响起警车鸣笛的声音，训练有素的安保狠狠扑了上来，将我制服。不错，只用了45秒。面罩被粗暴揭开瞬间，刺眼的水晶灯光扎进眼底，好像撕破黑暗的光。我眯起眼，露出满足的笑。姐姐，我来找你了。我姐死在了监狱，溺死，死在出狱前1天。她跪在马桶，整张脸深深埋在里头，身上没有捆绑强迫的痕迹。她只需要简单一抬头就能活下来。狱方给的理由是自杀，没有他杀痕迹呀。你是律师，懂的吧？如果人是死后再被浸进去，水到不了肺。周安安是水性肺气肿，静脉淤血怒张，肺泡壁破裂，肺里头全是水。我头脑完全空白，那瞬间，荒唐感甚至盖过失去至亲的疼痛。我从云端失重，现实的引力将我狠狠砸进尘埃。死亡时间大概半夜5点，离出狱还有3个小时。更奇怪的是，姐姐在墙上用鲜血留下遗言：谁杀了贪吃胖凤凰？是我。凤凰永留地狱第9层，我将取走她的肉。谁杀了多嘴的女奴？是我。女奴永留地狱11层，我将取走她的皮。谁杀了贪婪的月亮？是我。月亮永留地狱17层，我将取走她的五脏。谁杀了深渊的恶龙？是我。恶龙永留人间，我将取走她的一切荣耀。这些看不懂的句子成为了姐姐精神失常的铁证，只有我依旧不信。姐姐是我见过的意志最坚定的人。当年他辍学后去餐厅端盘子，会记得每个老客户的喜好，调查这条街上别家餐厅的价位、味道，去寻找更低廉的进货商，重新给出更科学的菜单搭配。他业绩斐然，很快受到老板重视，之后赚钱自考，进入大企业。他有着常人难有的勇气，更有绝对旺盛的求生欲。每次探监，他都是乐呵呵的，只报喜不报忧。我的心揪痛成一团。他的微笑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很快我知道了。入狱当天，我遭到了霸凌。作为律师，我自然知道监狱是什么样，但知道与亲身体会又是两码事。女狱霸粗鄙地大笑着，继续扯高我的头发，重重往地面砸下，拳头雨点落在我身上。看，就这个弱鸡样还敢抢银行？哈哈，你想为死鬼姐姐报仇啊？我怕你有去无回啊！老娘最讨厌律师，只剩把剑嘴撕碎你。没人阻止刘天凤，连狱警都对她的施暴都视而不见。姐姐睡过的铁床上有许多陈年血迹，都出自她手。血溢出牙缝，我呸出一口血沫，视线扫过那一张张凶神恶煞的面孔。要在监狱最快立威，最快的方式就是挑战头狼。对付刘天凤，犯不上自己动手。很快，他被几个狱警找茬，连番教训。他打我多少下，警棍就一棒棒就奉还回去。他只能鼻青脸肿来找我认怂。老妹，是姐姐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跟我计较。我面上闪过一抹讥诮，接过他递来的水。在监狱，武力是价值，知识也是。狱警头正在为房产官司焦头烂额，我很快帮他平了事。作为回报，他要保我在狱中平安。现在是我最讨厌的夏天，因为穷，小时候我们不舍得开电风扇，我热得睡不着时，姐姐就会起来给我扇风。我们爸走得早，妈在外打工，城市的灯红酒绿让她很快地抛弃了我们。走投无路下，才高1的姐姐决定辍学打工养家。做决定那天，她收起了所有满分成绩单，撕下了满墙的荣誉。她抱住哭泣的我，宁宁别怕，总有一天我会连本带利将荣誉全拿回来。空气黏腻潮热，身下的铁床硬得人浑身痛。姐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3年，熬到半夜，我在一阵窸窣声中猛地清醒。什么声？那声十分尖锐刺耳，好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在抓刮床板。现在夜深人静，间房里一共12人，有的人在翻身，有的在打鼾磨牙，甚至说梦话，抓声如此明显，但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。我以为是幻听，轻手轻脚转过身，用耳朵贴住床板。抓声又出现了，长长短短，清晰地刺进耳窝。我大气都不敢喘，屏住呼吸，仔细在听。抓声有节奏规律，2长1短，那是摩斯密码，意思是我在这，谁在这？我脑子一片空白，难道下面藏着人？但不可能，监狱的床都是上下铺，我在下铺，床下面空隙连一个小孩都难挤进去。我恐惧，但我没忘记自己进来的目的。真相永远在迷雾中。我心一横，扒拉出床沿，
慢慢伸出头往床下看去，倒置的视野中黑洞洞的，开始什么也见不着。突然里头浮出一双眼睛，我心跳几乎要跳出胸腔，那就是我姐。我是倒着往里看，但视野里的脸却与我平行。她的脸肿胀，那双本该明媚的双眼惨白，与我最后在太平间认领她尸体时一样。她嘴僵硬地张开，一张一合，似乎有话要说。我努力辨认，可不知道是汗还是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，连同姐姐的脸也一起模糊起来。我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睡梦里有一双手温柔地拍打我的后背，姐姐唱着歌，用我最熟悉不过熟悉的旋律，哼唱着谁杀了贪吃胖凤凰，是我呀，凤凰永留地狱第9层。这一切都像梦。可第二天清早，我在食堂排队领早餐时，里头爆发出惨烈的叫声，刘天凤死了。她死在食堂的大铁锅里，被人发现时浑身肉都煮熟了，在满锅热油浸泡中，肉香味拼命往外窜。来上早班的厨师吓呆了，立刻报警。警方迅速赶到，拉起了警戒线。每天出入食堂的人太多，脚印众多，很难提取出有用的线索。死者刘天凤今年43岁，外号人肉屠夫，6年前因杀害妓女入狱，他被判了20年。为了毁尸灭迹，他还将无辜的女孩分尸，做成肉包分给家里人吃。他烹食了孩童，如今自己也成了锅中肉。可他怎么出现在食堂？满锅的热油都没往外飞溅多少，证明他并没有激烈挣扎。他体重超过170斤，力气极大，要制服他可不容易。整个饭堂都萦绕着这股肉味，在夏天闷热的空气里，味道总发酵得特别快。我僵硬地站在原地，胃里翻江倒海，但身体又通体冰凉。我不由想起那首诡异的童谣：凤凰永留地狱第9层，我将取走她的肉。刘天凤的名字对应凤凰，她身材肥硕，所以是胖凤凰。我喃，地狱第9层正好是油锅地狱。我终于意识到姐姐留下的遗言不是什么疯话，那个童谣就是死亡预告，接下来还会死人。我立刻将这个线索告诉警察，但记录的小警察没太当回事，反而阴阳我：你以前不是做律师的吗？怎么那么迷信？我无奈，其实越是有权有势的人越笃信风水，反而是我们普通人更愿意相信法律。不过我依旧提醒，11层地狱是包皮地狱，下一个死者很可能会是这个死法。刘天凤死了，对狱友们无疑是大好事。有个大姐偷偷跟我说，刘天凤最针对你姐，她最恨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当年她老公出轨，她就拿男人的女儿出气，可怜喽，才5岁的姑娘，剁得骨头都碎了。你姐真是个好人，漂亮又和气，可在监狱里，和气是没用的呀。我垂着眼，听着她口中有关我姐姐的一切。休息时间结束，我被典狱长叫了过去，房间里还有几位警察，他们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试探、戒备与不解。法医在刘天凤身上发现了指纹，我挑眉说好事啊，但跟我说不合适吧，我真是为他们办案流程操碎心。可警察还直勾勾盯着我，一字一句开口，在死者衣服上提取到你姐姐周安安的指纹。死者身上发现了另一个死者的指纹，有意思。我暴毙沉默，唇边发出一声叹息。有2个可能，他们是狱友，说不定我姐死之前碰过她的衣服，不过距她去世已经1个月了，囚服也不知道洗了多少次，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另一个可能就是嫁祸，我姐尸体还没火化，有人在装神弄鬼。我神色平静，毕竟我的嫌疑很早就被排除了，监控可以为我作证。刘天凤死那天，我一整晚在房里，哪儿也没去过。警方陷入困惑，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们把我姐死亡的厕所墙壁复原，潮湿阴暗的墙壁上，那些用鲜血写下的预言刺目惊心。谁杀了多嘴的女奴？是我。女奴永留地狱11层，我将取走她的皮。这时电灯忽然熄灭，胆小的工人吓得倒抽口气。我扑哧笑出声，反而安慰：电灯受潮吧，老毛病了。还是你们真的相信这世上是真的有鬼吗？众人面面相觑。监狱目前关押了300多名罪犯，要逐一调查，可是不小的工作量。典狱长直接拒绝调查，不过是装神弄鬼的玩意，因为刘天凤名字里有个凤，就能说这预言是真的，简直是无理取闹。在 F 国1/3都是私人监狱，我们这所也是，背靠大财团，还即将上市，拥有很大话语权。警方一走，典狱长把我关了禁闭。这里没有监控摄像头，名义上是让犯人反思，实际上是滥用私刑的地方。他用尽手段逼问我，用辣椒水喷进我眼睛里，疼痛让我满地打滚。你进监狱想做什么？你明明可以保释出去，说你有什么目的？当时我在太平间也用同样急切的语气质问典狱长，那怎么确定这是第一次案发现场？我姐还有1天就可以出狱了，有什么理由自杀？有的犯人怕出去适应不了，自我了断也是常有的事。对方漫不经心说了句我永生难忘的话，说不定他就是舍不得这里，好吃这口屎呢。典狱长掐住我脖子，我膝盖顶上将他反压在地，他疏于锻炼又大腹便便，立刻在我的突击下失去了抵抗力。我用镣铐将他的脖子勒住，收紧再收紧，他几乎喘不过气，哼哼唧唧嘶叫。
我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寻找真相就是我的一切目的。”松开典狱长瞬间，我摸走了他制服衣袋里的通行卡。他慌不择路离开，没发现少了东西。门关上，禁闭室重回漆黑。我立刻脱下鞋，一个利索的引体向上爬进通风管道。入狱前，我做够了准备，记住了监狱里的所有构造，包括这间禁闭室能通向哪里。蹬开通风口，我在管道里匍匐前行，直到来到典狱长办公室上方。管道狭窄，所以我入狱后一直故意被抢走食物，足够瘦才能完成这一环节。我用典狱长的卡刷进他办公室。现在是巡逻时间，按照流程，他还得跟管理层开会。我深呼口气，轻手轻脚跳下，打开他办公桌上的电脑。姐姐是以贪污公款罪名入狱的。那时候我刚大4实习，有天一回家就闻到刺鼻的浓烟味，我以为着火，立刻冲进家，发现是姐姐在小院里烧东西。她烧的是现金，边上袋子里还有一袋崭新的。火光笼罩在她脸上，有光的那半平静，另一半无比凝重。我意识到出事了，赶忙问她发生了什么。他鼻尖渗出热汗，可语气平静的可怕。我需要入狱一段时间，不多，估计3年上下。我怔住，这些钱都是公款，就当我花掉了。我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手脚发凉又发软，可我姐脸色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宁宁，只有入狱能让我活下去。我抓紧了她的手，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什么危险？姐，你跟我说实话呀。我实习的律所有最好的律师，一定可以帮她。她摇了摇头，显然已经做好决定。宁宁，相信我，我从不做无用的事。他一直最懂权衡利弊，自杀是不可能的，除非当年那个危险再次找上了他。我想，典狱长电脑里或许有线索。刚启动电脑，外头传来高跟鞋的声音，我心里一颤，办公室里无处可躲。我在亮灯前1秒，躬身在了办公桌下。灯开了，秘书径直走来，我卷缩成一团，嗓子眼都干了，心脏剧烈跳动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啪嗒几声，秘书伸手关紧窗户，原来是外头下雨了，雨点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。听着脚步声渐行渐远，我松了口气，再次打开屏幕。最多还有8分钟时间。我打开浏览器，进入云端一个早就存放好的解密程序，手指在键盘上飞舞。几分钟后，无数提示弹跳出，保密程度最深的文件被筛选出来，文档被分门别类存放，足有1T 以上。我随手点开一个视频，打开视频瞬间，我呼吸屏住，心如被重锤。这是视频很清晰，几个昏睡着的年轻女囚被送了进来，看装潢就是监狱里的房间。典狱长对里头的几个男人点头哈腰，你2位慢慢来，完事了按铃就好。显然这些男人不知道监控的存在，他们脱下衣服走向女囚。看着这不堪的场景，强烈的恨意席卷全身，我的拳头死死捏紧。姐姐，我姐姐难道也？时间紧迫，我将部分视频上传，把钥匙放进衣架上挂着的衣服袋里，原路回去。5天后禁闭结束，连续不见阳光让人，我恢复了好一阵，才最后一个进入澡堂。监狱的澡堂是没有隔断的，连帘子都没有。热气萦绕中，我余光瞥见有人摇摇晃晃进来。这个时间还有人？我太久没见阳光，视力还没完全恢复，也只是一瞥就收回了眼。可很快，我闻到很重的血腥味，低头一看，积水全成了血水，源源不断地蔓延开。有什么软乎乎的东西冲到我脚下，卡在过滤网上。我再定睛一看，那是一团模糊的肉。在我的尖叫声中，那个浑身鲜血的女人轰然倒地。第2名死者出现了，她叫江美，死前身上皮肤被剥下，又重新缝合上。我如实说了情况，她是自己走进来的，我没看到有别人。典狱长气急败坏，恨不得当场掐死我。没有人，难道是他自己进来的？我看就是你在浴室里干的。我半抬眼，我关了禁闭室整整5天，有作案的时间工具吗？我有力气制服他吗？我的作案工具呢？监控调出来后，所有人沉默了。浴室里是没监控，可走廊上有。视频里可以清楚看到，江美端着洗漱用品，脚步迟缓僵硬走进浴室，她面容呆滞，摇摇晃晃，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拧开开关后，她站在滚烫水下，她是被活活疼死的。死者我以前见过，刚入狱那几天，我故意被抢饭，江美当时坐我隔壁，很友善地把馒头给我，跟我唠嗑闲聊。她长了张面善的样子，说话温声细语，很让人有好感。后来别人偷偷跟我说，离她远点，江美很危险，可是重刑犯。你知道雨夜奸杀案吗？我倒抽一口气，是她。我是这8年间发生了多起少女被奸杀案，警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最后才侦破，这竟是夫妻共同犯案。妻子江美为了讨好丈夫，主动诱拐女孩。她会在大雨天盯上没带伞的落单女孩，装好心伸出援手，要送他们一程。江美面善，又是中年女性，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，基本每次都能得手。所以她是多嘴的女奴，骗人的舌头也被割下，虚伪的外表也被撕下。她用和善的面目欺骗受害者，所以死在地狱11层。11层就是包皮地狱。警方也意识到，我姐留下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。1个月内，
女子监狱连出2桩命案，死的还是恶贯满盈的罪犯，配上诡秘的死亡预言，更让案子蒙上了一层非自然的神秘面纱。媒体兴奋了，警方这次不管财阀阻挠，成立专案组并案调查。众人议论纷纷，知道女律师水枪大劫案吧？那个女律师的姐姐啊，就是留下预言的人。她死在刑满出狱的前一天，准确的说，离出狱还有3小时。天哪，太有问题了！难道没人调查？这些私人监狱背后都有强大势力，谁敢？脏事比你们想的更多。女律师甚至提前做了精神鉴定，证明自己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。她入狱是背弃法律，选择亲自复仇吗？在这样的氛围里，监狱里人人惶恐不安。预言已经实现了2个，接下来预言中的死者又会是谁？专案组办公室里，刚调来的方队正翻看着类如山堆案卷，几百个囚犯的资料，看得年轻警察直犯困。300多囚犯，一半身背命案的重刑犯，前2个死者彼此没有联系，跟周家姐妹也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周安安的预言里会有他们？头，听说这所监狱是建在古墓葬场上，你说这世上没有鬼，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连环谋杀案。方队这一眼制止了徒弟们的喋喋不休。周安安的指纹可以通过国外一款特制的生物手套复制，私人监狱只要给够钱就能办成很多事。刘天凤好吃，一直贿赂监狱管理员，会提早去饭堂开小灶，凶手熟悉他的习惯，提前在他食物里下了药，等他发作后将他泡进油锅。徒弟不禁奇怪，那口锅附近是监控死角，照不到，可大门口进出的监控里没拍到有别人进出过呀。如果杀手没出去过，一直藏在死角呢？只要等到清早囚犯来食堂吃饭，再趁乱出来混入人群就好。要完成这样的配合，是有预谋的合伙作案，凶手不止一个。案情分析白板上，周家姐妹的照片被定在了最中央，关系网如蛛丝，千头万绪，密不透风。方队的视线久久停在蛛网中央。周律师，这一次你到底扮演着什么？专案组兵分2路，一边调查案发当日监狱所有职工的去向，一边排查犯人，要比凶手先一步找到下个目标。没想到有几10个囚犯都怀疑自己就是预言的人。多方排查下，最后专案组锁定了一个人。徐明月，年过50的某建筑公司老总，吃工程款的回扣，导致教室豆腐渣工程坍塌，100多个孩子死在里头。虽然被警方暗中保护，可徐明月本就有严重心脏病与失眠症。第1起命案发生后，他就疑神疑鬼，每天担惊受怕，害怕下一个死的是他。他甚至主动交出账本，这些年拿我钱的人都在这，求求你们保护我呀！名单里有高官，也有知名学校校长。曝光后舆论炸了，那100多个死者家属联合游行，请求彻查此事。夏天的风依旧炎热，别的犯人都怕我，我乐得清静独占休息室。周律，好久不见。方队来了，他坐我对面。许明月死了，心梗，自己把自己吓死了。我很遗憾，是吗？他应该再多担惊受怕几天的。他语气稀疏平常，你气色还不错。那是每天无所事事，睡得早，起得早，早午晚做操锻炼，气血充足，比上班精神是好得多。我微笑回，不过也不算好久不见吧。我的监控，你不是每天都在看吗？有些手法不难猜，我想以方队的能力，已经猜到大概了。可猜测就是猜测，没有找到完整的证据链，一切空谈。大概很久没见熟人，我忍不住感慨起来。方队，我们都是与罪犯打交道的人，你觉得他们会忏悔吗？他没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掏出一根烟叼嘴上。他没吸，我笑了，替他回答了。不会的，他们绝大多数人内心是不会反省的，他们悔恨，是悔恨当时没有更小心点。就像刘天凤，她甚至每晚都会模仿女孩最后的求饶，把这当作炫耀的谈资。我捏着嗓子学，阿姨，求求你，我好疼啊，我把所有压岁钱都给你啊。江美协助丈夫奸杀多名少女，她在法庭上哭泣，说是丈夫殴打她，才被迫当从犯。可背后，她还认为自己是贤妻良母，嫁服从夫。她在狱中嘲笑那些女孩穿短裙，不是良家女孩，死了活该，不是被她丈夫弄，也会便宜别的男人。许明月，她害死了那么多孩子，可她自己的儿女早送到国外，每天在 ins 上炫耀富裕优渥的生活。他们最新一条还在挑衅受害者家属，说什么无能者只会嫉妒，多么可笑！别人不幸的痛苦，在他们眼底就是无能。方队取下烟，严肃看向我，可你没有审判他们的权利，为了能让罪人伏法，我们一直在为此奋斗。我同意，我确实没有。谁杀了申渊的恶龙？是我，恶龙永留人间，我将取走他的一切荣耀。他一字不差念出预言，前3句都是他，最后一个是他。最后一个目标是在监狱外，是吗？法网外是清平盛世，法网里是残酷地狱。我想起那些恶心的视频，我露出一点笑，不多，但确实发自肺腑，出自真心，出自我这颗复仇的真心。很快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方队，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声誉，不影响正常上市，典狱长一边压舆论热度，一边找了不少投资人，还有媒体人来监狱里参观。他甚至还高价聘请团队拍摄了新的宣传片。
喜气洋洋的 BGM 里，囚犯在镜头里积极的改造，阳光的微笑，闲暇阅读报刊，争先恐后的去劳作。我客观评论，拍得像5星级酒店，就差片头打下欢迎光临了。多媒体大厅的屏幕上播放着新制作的监狱宣传视频，囚犯们挺直腰板坐小板凳上，在保镖们的护送下，嘉宾们来齐了。方队在一旁盯着我，面色凝重。我含笑看向舞台，拼命鼓掌，笑容越来越灿烂。典狱长慷慨激昂，我们是全国最大的私人监狱，犯人们在这里能获得重生的机会，犯人出狱的后再就业率逐年提升。可突然，画面一闪，光鲜的画面切到了阴暗的房间里。大屏幕上，姿色好的女囚被送去暗房，有的送上手术台。这儿条件简陋，基本的安全标准都达不到，应该只是监狱里哪个地下室里，医生取出肾后放进恒温箱中，来取货的人检查无恙后立刻离去。而女囚却因为失血过多，没挺过去。台下哗然，囚犯们也暴动了。那是跟我同寝的阿娟啊，看样子专挑无依无靠的女囚啊。贩卖器官，她怎么敢的呀？这就是魔窟。监狱长疼得站起来，椅子都带倒了。他私底里咆哮去抢手机，这都是故意制作出来陷害我们的，是 P 的，关掉，都给我关掉。记者已经眼疾手快上传到社交平台。接下来，画面里传出典狱长自己的声音：“你现在判了20年，只要用一个肾，我就能想办法慢慢给你减刑8年。自己想想，你的小孩才读小学吧，没爹没妈，只能去孤儿院喽。”蛊惑半天，囚犯颤抖着答应了。典狱长喜笑颜开，拨通一则电话，十分谄媚：“张总，您要的肾到了。对，令堂的手术肯定成功。”这些画面彻底点燃了囚犯们的怒火，他们群情激愤，冲向典狱长，保镖护都护不住，现场彻底失控。方队跟徒弟被暴乱隔绝在外。我被涌动的人潮推到监狱长面前，他被砸得头破血流，发现我后眼神迸射出恶毒的疯狂：“贱人，都是你搞的鬼，是不是？是你？你为什么要阴魂不散？”面对他愤怒惊慌的脸，我笑了，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纸刀，那是我在阅读时间折下的报纸，经过特殊折叠，上头那点尖有锋利的力量。我假装殴打，将手刀握在手心，蓄力刺入。谁杀了深渊的恶龙？是我。我低吟。他双目圆睁，想捂住脖梗，那声呜咽被暴乱声掩盖。恶龙永留人间，我将取走他的一切荣耀。做完一切，我退后几步，引入人潮，如水滴归于百川。这一刻，我等了很多年。当年，我妈大着肚子在厂里打工，被人诬陷偷窃入狱。她是个老实木讷的女人，对命运从来逆来顺受。她没钱找律师，盼着努力改造就能早些出狱，却不知这都是陷阱。她是特殊血型，跟某高官的一样，这样的肾源千载难逢。入了狱就有了操作的可能。反正她家只有2个无依无靠的女儿，掀不起浪。我姐一直对妈妈的死存疑，她进的大企业就是这家私人监狱的母集团，她暗中调查那间监狱中发现了端倪，却反被盯上。她当机立断，主动入狱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妈妈的仇，我一定会报。真正的地狱就在人间。隐藏在监狱背后的利益链全部曝光，涉案人员全被抓捕，许多老案重启，包括我妈妈的意外死亡。警方在典狱长电脑里找到了这些年留下的罪证。这些年，他一边通过非法交易牟利，一边拍下视频，必要时利用这些证据勒索权贵。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平民愤，被人打死也算便宜了他了。丧尽天良的畜生，他就该下地狱。视频里还有孕妇，10几年前了，他到底倒卖过多少人？那天暴乱打死他的囚犯们，就是被口头教育了下。毕竟法不责众。我出狱那天，方队特意来见了我一次，我知道凶手们是谁了。我挑了挑眉，说恭喜呀。他说你启发了我，当时你说你确实没权利审判他们，那谁有资格？受害者的家属有吗？以这个为切入点，他重新梳理了人员关系。这所监狱里，从管理者、数据中心的运维人员、狱警、医护、安保、司机，甚至囚犯里，都有那些受害者的家属。他们基本都是这3年间陆续入的职，比如刘天凤杀害的女孩，她妈妈改名换姓，成为了典狱长的保洁阿姨。所以我知道典狱长的作息、生活日常。这3年，你接了不少起案子。你安排受害者家属进入监狱，让他们成为了凶手的狱友。这家监狱的医生居然毕业于国外知名医科大学，擅长催眠。他催眠了江美，让她被包皮后走进浴室，只因那些女孩死在冷雨夜，所以她死在滚烫的水中。这是个严密的复仇联盟。这3年，你们一步步侵入，完善计划，安排人员，再由你们姐妹彻底点燃计划。他长舒一口气，然后用接力的方式交换杀人。我选择沉默，沉默是我应有的权利。他说的大差不差。杀刘天凤那天，厨房的张姨在包子里下好药，安保老宋下班打卡后又藏回死角等一宿，在清早刘天凤毒发作后杀了他。他们都与刘天凤无冤无仇，可他们知道别人会为他们复仇。这是一场巧妙的接力赛，每个人各司其职，彼此掩护，彼此帮助。当然，计划开始也有人犹豫过，
可当他们亲耳听着凶手们得意洋洋的笑，看着他们回味着杀人细节时得意的表情，大家不再犹豫。法网之所以是网，就是需要用确凿的证据去编织经纬。缺少直接证据，间接证据无法形成闭环，都属于证据不足。我走出监狱时，其中一位安保大叔眼含泪花，对我敬了个礼。他的女儿死在雨夜，他也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天。还有那100多个葬身在瓦砾里的孩子。当噩梦降临那刻起，我们的命运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许多人说逝者已矣，要学会放下，学会原谅，可为什么非要去学呢？做不到的事就是做不到，放下什么的，我们做不到。监狱外的阳光依然刺目，我回头，我们也有不去原谅的权利。思绪回到3年前，姐姐烧完现金，又将癌症确诊报告扔了进去。火蛇吞噬着我的脸，我的眼泪流下，又干了。我紧紧抱住她，就像当年收到妈妈死讯时，她也这样抱住我。宁宁，我活不了太久，我想走之前给妈妈一个交代，这个交代也算给我们自己的。我没去问她值不值，我太了解她。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就不会回头。就那么倔地走向南墙，走向那条可能注定走不出的甬道。半年后，震惊全国的监狱大案终于落下终章。庭审那天，天下起大雪，纷纷扬扬，世间成了一抹兔无瑕，仿佛容不下半点污垢。我离开时，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朝我走来：“周律，你现在还没开始新的工作吧？”对方笑容笃定，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。我不动声色，有何贵干？入狱过的律师确实不好再就业，我们求才若渴，正需要周律你这样的人才，希望你能加入我们。他递来一张名片，我一看，特殊罪案调查科。他神秘笑了，我们这里是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，处理的是天下不平事，办的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如何？有兴趣吗？我想了想，接过名片，那就走呗。